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海军航空兵某旅出动数十架次的歼轰7战斗轰炸机，在南海某海域进行了实弹演练。那么这次实弹射击用的武器基本上是航炮、火箭弹以及模拟的训练弹，发射的弹药数量多达几千枚，这个量很大。但是有些网友就质疑，用战斗机或者战斗轰炸机对地面目标、水面目标进行抵近射击无论是发射航炮还是发射火箭弹，好像都比较落后了。你要想命中敌方目标，必须用低空抵近攻击的方式才能达成目的。而现代的空战、海战大部分都是发射导弹了，空战呢用中距空空导弹、远距空空导弹以及近距格斗弹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攻击。那么如果是空对地打击或者是空对海打击的话，往往也会使用空对地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对远距离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要让飞行员操控战机对距离较近的海面目标实施这种大面积的高射速的近距离的射击训练呢？其实未来的战场不见得都能够使用导弹对敌方的目标发动攻击。你看一架战斗轰炸机，它能携带的反舰导弹数量总是有限的，对海面上的一艘、两艘大型战舰发动精确打击是可以的，但是发射完之后，你还怎么了对这些受了重伤的敌舰进行下一轮的密集攻击呢？除了我们所携带的射程比较远的空对舰导弹以外，还需要用其他的手段对负了重伤的敌舰发动连续的攻击。这里面就包括发射火箭弹、发射航炮弹以及它携带的其他的精确制导炸弹。那么这是对大舰的打击。对快艇的打击呢，那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敌方的快艇防空能力都很弱的，它的优势就是跑得快，一般的水面舰艇很难捕捉到它，对它发动精确打击。那么对于飞机而言，快艇跑得再快，你也没有战斗机飞得快，因此很容易追上它，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那么对地对海射击训练，其实呢，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航空兵，都是一个常规训练，因为多种多样的武器需要采用不同的训练方式对目标进行射击训练。发射导弹是技能之一，发射火箭弹、发射航空炮弹也是你必备的技能。何况战斗轰炸机除了需要对海面的大型目标进行攻击以外，它还要对海面上的一些登陆艇、小型快艇以及岸上的各种各样硬目标、软目标发动灵活机动的打击，这些都是需要飞行员掌握的技能。何况这次训练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歼轰7起飞之后全部进入低空掠海的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抵达目标区上空，它有助于提高战机的生存能力。因为低空掠海飞行的话呢，敌方的舰载雷达要想发现它就是非常困难的。当你看到空中目标的时候，他们双方已经相距40多公里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敌舰要想做出反应就是非常困难的了。而低空掠海飞行应该说是充满了风险，这样的技能我们也必须掌握。因此我们这次的射击演练可以说对飞行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何况在低空用航炮、火箭弹攻击敌方目标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俯冲攻击，然后迅速拉起这样的办法。这样的办法对飞行员的操纵技能、攻击精度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样的考验，你只有平时通过严格的训练、演练的时候进行实弹射击，才有可能逐渐掌握。那么一旦未来有战事，我们的飞行员还能对敌方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武器发动攻击，最终呢夺取制空权、制海权，来达成我们的作战目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